索马里是非洲拥有海岸线最长的国家。索马里所在的非洲之角地区被古埃及人称作邦特之地。索马里至少从旧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考古证据表明，骆驼就是在索马里地区被人类驯化的。在索马里发现的古代金字塔结构，证明索马里半岛曾经繁荣过一个古老而复杂的文明。自公元前第2个千年以来，该文明通过海运与陆路，成为古代世界重要的贸易中心。公元7世纪，阿拉伯帝国兴起后，邻近的索马里地区皈依了伊斯兰教。伴随着人口增加，自公元10世纪起，索马里人不断向内陆和南部沿海迁移，占据了北起亚丁湾、南至朱巴河流域的广阔土地，并在迁徙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氏族。随着伊斯兰文明的广泛传播，分散在非洲之角的索马里人建立起一系列国家，其中以伊法特苏丹国最为强盛。到公元13世纪，伊法特苏丹国被实力更强的埃塞俄比亚帝国击败。然而，习惯了高原地带的埃塞俄比亚部族难以适应荒漠气候，他们在洗劫一番后选择了撤退，这给伊法特苏丹国残部提供了喘息的机会。后者在1415年建立了阿达尔苏丹国。16世纪初，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支持阿达尔苏丹国对信仰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帝国发动圣战。在战争中，各部族的方言在吸收阿拉伯语元素后形成了索马里语。索马里语的诞生不仅方便了索马里部落的交流，还促进了索马里民族的融合。在先进的火器装备支援下，阿达尔苏丹国几乎使埃塞俄比亚帝国濒临灭亡。然而，同样信仰基督教的葡萄牙不甘心伊斯兰势力崛起，1543年，在葡萄牙的帮助下，阿达尔苏丹国遭到毁灭性打击。由于葡萄牙在战争中死伤惨重，战后葡萄牙被迫退出了非洲之角。在这场以宗教为背景的战争中，索马里人初步产生了民族认同。到19世纪上半叶，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看中了亚丁湾的战略价值，于是英国人在亚丁湾北岸建立的军事基地，由于殖民队伍的庞大，物资供应成了难题。183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亚丁湾沿岸的索马里部落签订协议，英国人借购买当地牛肉的机会进入了索马里地区。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非洲的亚丁湾沿岸成为西方列强竞相争夺的地区。1887年，法国将占领的土地合并为法属索马里兰。为了制衡法国，英国将刚完成统一的意大利引入非洲之角地区。正是因为欧洲殖民者的随意瓜分，索马里人强化了族群认同感。在战争中，以索马里诗人阿卜杜勒·哈桑为首的部族军事联盟不断壮大。当英国殖民者忙于镇压哈桑叛乱之际，埃塞俄比亚赢得了与意大利的战争。为了换取埃塞俄比亚不与英属索马里反抗势力结盟，英国将索马里内陆的欧加登地区割让给了埃塞俄比亚，这为日后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的冲突埋下了伏笔。欧洲列强瓜分索马里后，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措施。对投入和产出精打细算的英国与当地部族首领合作，维持了间接统治体系。出于扩张的需要，英国雇佣了大量索马里人，尤其是在靠近非洲之角的肯尼亚东北部。许多索马里人在合约结束后留了下来，他们与先期游牧到这里的索马里人一起，成为当地的主要民族。与英国相比，习惯于直接统治殖民地的法国，在法属索马里兴建了吉布提港。出于洗刷对埃塞俄比亚战败的耻辱，意大利对意属索马里尤为重视，这促成意属索马里成为列强在非洲之角建立的最大殖民地。并非所有氏族都在没有暴力的情况下屈服于外国统治。从1899年到1920年，在哈桑领导的出于宗教和民族动机的战争中，造成了索马里北部约1/3的人口丧生。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扭转了冲突的局势。一战爆发后，原本与德国结盟的意大利，在英国承诺意大利对地中海和巴尔干领土要求的背景下，倒向了协约国阵营。然而，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意大利没有得到酬劳。直到1925年，英国才拿出肯尼亚索马里人聚居地的北部，作为意大利加入协约国的回报，这让意大利大失所望。进入20世纪30年代，统治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纳粹德国的支持下，将欧加登地区并入了意属索马里。
1年后，意大利又吞并了埃塞俄比亚。二战爆发后，墨索里尼又吞并了英属索马里。1940年，墨索里尼在一群索马里领导人面前夸口说，在英属索马里兰并入他的索马里省后，他已经实现了索马里人民建立大索马里的梦想。然而，他的东非帝国到了1941年就被英国打得灰飞烟灭。当时，除了法属索马里之外，所有索马里人聚居的土地都到了英国人手中。但在二战中遭到重创的英国已经无力维持殖民统治。英国为了满足索马里民族的统一诉求，提出将原来的英属索马里兰、意属索马里以及欧加登等地区整合到一起，发展成新的英属索马里兰，最后由英国领导走向独立。这迎合了索马里人建立大索马里国家的诉求，但遭到埃塞俄比亚的坚决反对。在美国与苏联介入下，英国不得不承认埃塞俄比亚对欧加登地区的主权，并把原意属索马里抛给了意大利托管。为了摆脱被瓜分的命运，索马里的所有政党组织联合到一起，共同发起了索马里民族独立运动。正是在民族独立运动的推动下，意属索马里与英属索马里兰才于1960年分别独立，并合并成为索马里共和国。当时，索马里政府在内部尚未整合的情况下，就打起泛索马里主义的旗帜。在民族主义势力的影响下，索马里的首任总统对邻国提出了领土主张，这使索马里处于孤立状态。1969年10月15日，索马里第二任总统谢尔马克在视察北部干旱情况时，被自己的贴身保镖射杀。就在谢尔马克葬礼后的第二天，掌握军事指挥权的国民军司令西亚德·巴雷发动了政变。西亚德·巴雷上台后，将国名更改为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为了壮大自己部族的权益，巴雷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法。他将所有资源都集中在以首都摩加迪沙为中心的南部地区。为了击退宗族的传统影响，巴雷与苏联建立了密切关系。在两极对抗的背景下，美国不希望苏联独霸非洲之角，于是支持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来制约索马里。非洲之角的地区冲突由此演变为美苏争霸的战场。1976年，为了实现建立大索马里地区的梦想，巴雷代表欧加登与埃塞俄比亚进行了战争。巴雷政府本以为有了苏联的支持可以大获全胜，结果埃塞俄比亚总统主动向苏联示好，并提出了驱逐美国军事代表团、允许苏联在境内设立军事基地的条件。不久后，苏联与埃塞俄比亚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得知消息的巴雷盛怒之下，决定与苏联决裂。第二年，在苏联军援支持下的埃塞俄比亚发动反攻，美国不失时机地发表声明，促成了欧加登战争的结束，并获得了索马里军事基地的使用权。欧加登战争失败后，巴雷加紧了对内控制，这促成了对巴雷统治不满的北方人成立了哈尔格萨自助小组。巴雷政府为了打击反动力量，对自助小组的成员进行了逮捕。这引起了北方人的众怒，生活在北方的伊萨克部族于是将自己的武装力量与其他反动部族联合到一起，成立了索马里救国民主阵线。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执政后开始采取收缩战略，在此背景下，先前靠苏联援助为生的巴雷政权迅速陷入了危机，最终在多股反政府武装的联合攻击下，巴雷于1991年1月垮台。巴雷倒台后，首先登场的是法拉赫·艾迪德，他是推翻巴雷的主要推手。1991年，因为巴雷怀疑他密谋发动政变，巴雷于是判处他6年有期徒刑。但索马里的实际动员能力掌握在部族手中，支持艾迪德的部族其后成立索马里联合大会，他们控制了首都摩加迪沙和大部分南部国土。虽然艾迪德推翻了巴雷政府，但他无力掌控全部国土。1991年5月18日，长期与中央政府不睦的索马里西北部地区，在独立运动领导人阿卜迪拉曼·艾哈迈德的领导下，宣布成立索马里兰共和国。而前一属索马里地区却沦为各部族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为争夺对首都摩加迪沙的控制权，索马里联合大会发生了分裂。与此同时，索马里各地崛起了多个依托部族势力的地方军阀。1992年，流亡国外的阿卜杜拉希·优素福·艾哈迈德组织军队驱逐了控制邦特兰著名港口城市博萨索的宗教武装组织，阿卜杜拉希由此控制了整个邦特兰地区。
为解决索马里愈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联合国安理会在1992年12月通过第794号决议，批准成立以美国为首的维和部队，以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能够实际分发到当地居民的手中。维和部队于1993年初抵达索马里后，遭到了军阀艾迪德的袭击，这导致23名巴基斯坦士兵阵亡。艾迪德的行为惹恼了美国，在当年10月，美军在得到线人提供的可靠情报后，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动了捉拿艾迪德的军事行动。然而，在抓捕过程中，美军却遭到艾迪德支持者的围攻，2架黑鹰直升机在冲突中被击落。为营救被困的战友，美军卷入了巷战，结果导致美军18人阵亡，84人受伤，1人被俘。事后，美军阵亡士兵尸体游街示众的画面传到美国后，震撼了美国民众。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克林顿政府被迫同艾迪德武装举行谈判，并在次年3月从索马里撤出全部军队。摩加迪沙之战的惨败堪称越战后美国最大的创伤。此后，索马里的局势变得愈发混乱。1995年，西南索马里的拉汉文部族成立了拉汉文抵抗军。1999年，拉汉文抵抗军的控制区宣布独立，成立西南索马里国。索马里的军阀混战使得索马里社会失序，这为索马里宗教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条件。当时，以宗教组织伊斯兰联盟为主的宗教人士发起了一场名为伊斯兰法院的运动。伊斯兰法院联盟的武装力量一度控制了包括首都摩加迪沙在内的索马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但是其强硬的宗教立场引起了索马里邻国的警觉。2006年底，在埃塞俄比亚的支持下，索马里联邦过渡政府将伊斯兰法院联盟赶出了首都摩加迪沙。2007年1月1日，伊斯兰法院联盟又丢掉了南部重镇基斯马尤。失败让伊斯兰法院联盟很快瓦解，其内部的强硬派进化为更为极端的青年党。2009年5月，以索马里青年党为主的宗教武装一度攻到离过渡政府总统府仅500米左右的地方，后来在非索马里特派团的反击下，宗教武装才撤出了摩加迪沙。2012年，索马里青年党领导人宣誓效忠基地组织。同年，在国际社会的协调下，索马里过渡政府宣誓成为索马里联邦政府，这结束了索马里长达21年的无政府状态。这一政府得到了大多数军阀的承认。但是北部的索马里兰依然保持着事实上的独立。与索马里兰并立的还有邦特与西南索马里共和国。与独立后平静的北部不同，基地组织的分支青年党与日渐猖獗的海盗组织一起，成为令全球头疼的国际公害。如今，索马里内战造成超过50万人丧生，受伤及流离失所者则难以计数。受内战的影响，索马里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